尘埃中落定，虚幻中浮现，都散去，别再沉默，别再退后，向过往执着，这世界变了。Ready to bake in your own flame, ready to be reduced to ashes. Human nature's all what we can only count on. 马克的使命，也许是成为人类和生态连接的桥梁。他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样？我要亲自验证。接受现实吧，现在的马克才是我们的希望。快追！你的愤怒毫无意义，不断涌出的情感使我们在世界兽眼中无处可藏。星璇又出现了，得趁他们进化之前把事办完。赖大是不会错的。亲手摧毁了你自己保护了一辈子的庇护所，感觉如何？都死了，因为你，大家都死了。人类永远都被情感所困，哪怕真相就在眼前，也无法看清。一直都是被你救，这次老子以死还清了。你这一身还挺像个上民，上来吧。这面墙是众生百态的缩影，人类日复一日的痛苦麻木着，又在荆棘丛中破路而行，不断复苏。曾有人告诉我，光明孕育了黑暗，可也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诞生光明。现在是灯塔的至暗时刻，也正是迎接光明的时候。我辈必不能放弃复兴人类的重任。在会首大人的指引下，灯塔一定能好起来的。是吗？那斩断那个猎荒者的锚索，也是我的指引。我是为了……是为了救我，还是为了你的那些臣民朋友？您说过，只有选对了路，才有活着的可能。很好，比起上一次，倒是干净利落了不少。那你说说，那些和光影之主作对的人，应该怎么处置？会首大人，现在夏国地的猎荒者已经没剩几个了。如果您能让他们将功赎罪的话，哦，你不怕他们知道了真相，生吃了你？会首大人，我想当猎荒者指挥官。
我说过你很聪明，但还不够聪明。你忘了上一任猎皇者指挥官的下场吗？4068这个臣民的名字以后就不要再用了。会首大人，就任仪式已经准备就绪。光运众生，众生随影，以后你就叫随影吧。多谢会首大，多谢城主大人赐名。你觉得我们还能重回地面吗？知道吗？变成噬极兽的马克正是我们回到地面的关键。但你却斩断了我们与生态唯一的连接。指挥官大人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马克队长给我从地面安然无恙地带回来。这一到交租的时候，三姑六婆妯娌亲戚的都来了。
你们说那个叫马克的进得来吗？不好说啊，跟往年比，这次来星璇的可多了不少。都怪大锅盖子送了那么多人头，不知道这次会蜕变出个什么玩意儿来。反正能走到花王跟前拓魂的，就能升职加薪了。老板，赖大师不会和你有过节吧？这个时候让咱们来这儿，这意思是不太想让咱回去了？别胡说。等这么老半天都没见那个叫马克的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被发现了就走不了了。他已经来了。哎，你们看。啊？哪儿呢？你们见过4条腿的吗？啊！这是那家伙吗？他怎么……上面的大锅盖子是在救人还是整人呐？赖大师说过，这家伙体质特殊，难道……管他是啥。不过这个时候来星璇，我靠，难不成已经开过荤了？控制情绪，保持归元状态。赖大师该不会是他们的奸细吧？让咱们带这么个玩意儿回去，是要里应外合吗？没错，我就觉得他长得像市级兽的亲戚。别扯了，老板，赖大师怎么会让我们带着市级兽回去呢？如果他真的是马克变的，就算是人变的，他这副样子带回去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们想想，除了市级兽，还有谁能进入星璇的泉眼？如果是他的话，没准儿真的可以进去呢。可他的灵元怕是被侵蚀的差不多了，应该已经没有人的意识了。就是，老板，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险啊！趁丑八怪们还在忙着交租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好像还有点人性，看来生态还没有完全侵蚀他的灵元，说不定还有救。准备动手。解除归元状态之后，我们将出现在市级兽的视野中。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准备。系统已启动，正在搜索附近的麻纳里台终端。E3的原质信号最强。
了，打断他们的人质输送。嗯。关门。这些巨石怕是挡不了他们多久吧？被打断后，他们和生态的传导通路会进入短暂的紊乱期。趁现在，标记灵犀子，速战速决。得嘞。哟呼！注意保护目标，一旦灵源受损，带回去了也是个傻子。下路小心！你晃得我都瞄不准了。他们已经全都醒了，全冲着目标过去了。你们看那边，大意了，他的血激活了信仰。
随行。老板。 老板，你现在出手会加速细胞衰竭的。再拖下去，来焦速的会越来越多。你们躲远点。哦。老板，接着！来，你知道吗？听说这个世界相爱的人会举办一场仪式，悄悄的离你。恭喜啊，队长！他们会受到别人的追逐。队长，你今天太帅了吧！怪我！
身上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别难过了。你看我，你当时对我的狗狗一招黑虎掏心，我直接痛晕过去了，现在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嘿，我这几天什么办法都用上了，大个子你怎么还是半死不活的呢？杀了我！哎，老板，他开口说话了。松开他！啊！撒豆，只剩最后一关了。对于噬棘兽来说，灵犀子受到重创后，如果不及时摄取足够的生命原质，很快就会死去。没错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的确是你亲手杀死了他。但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，即便是人类，也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。杀了我！灾难刚爆发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像炼狱一样，人们在顷刻间失去了一切，为了生存相互争斗，不择手段。饿疯了的父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，从最小的那个开始。亲友间会为了一个避难所的名额互相残杀，爱人被掳走沦为奴隶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我们被最信任的人背叛，大家都在担忧，害怕哪天晚上成为同伴口中的食物。你知道自己朋友的肉是什么味道吗？为了生存，我们曾一度失去人性，虽然像人一样在地面行走，但却如禽兽一样活着。而你是多么幸运，有爱人，有朋友，还有一群你一句话就可以去送死的部下。即使你变成了怪物，他们还是愿意为你挺身而出。你心中的那个女孩是为了她爱的人而牺牲，而你呢？你希望他们的付出毫无意义吗？你在完全不了解灯塔、不了解噬棘兽，甚至不了解人性有多黑暗的情况下，就妄想去打破末日的生存规则，这让你所做的一切都事与愿违。残酷的生存环境会让人心中的恶变成吞噬一切的深渊。在这样一个无人生还的炼狱中，你我的悲剧将永无止境。只有彻底根除玛纳生态这个摧毁一切的元凶，人类才能真正迎来新生，我们才能与所爱的人回到地面，自由的生活。玛纳生态自诞生那刻起，目的就是要摄取所有人的生命原质。星璇的出现意味着他们正在孕育更强大的噬棘兽，而星璇中的通道可以直达生态的中枢，唯有进入那里，才能找到对抗生态的方法。但可惜，人类完全无法进入通道。
这里的人大多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，但绝望与恐惧没有压垮我们的意志。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。大家拼死救你回来，是因为看到了你还保留着人的情感，对挚爱的思念，对背叛的愤怒，乃至遭遇苦难时的痛不欲生。这些在逆境中迸发出的强烈情感，正是打开人类潜能的钥匙。情感既是我们的软肋，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。就像严酷的环境迫使生命体不断进化，我们的精神世界也需要这样的跃迁。成为生态嵌合体的你，也许是唯一可以进入星旋通道的人，这也是你所肩负的使命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会告诉你如何激发先天就蕴藏在人体内这不被察觉的能量，你将经历难以想象的磨砺，忍受锥心刺骨的痛苦。你既要忘掉你是一个人类，完全成为生态的一部分，还得牢记你的使命。只差最后一天，又要重新来了。今后是选择背负苦难继续战斗，还是逃避责任选择放弃？这取决于你自己。
炸，才作茧自缚里，愚昧的将自己都融化。当皮肤神经都已融成了渣，我当流浮在那，是谁挖走了我的眼？为了那破茧成蝶的欢愉，是谁向我诉说，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。你不是他，你只是破晓而出的怪咖，粉碎了吧连起的谎言，蠕动的身体要随着肩膀。当残躯在融化中独自挣扎，不自知不坠落在光明阴影中徘徊。至少我此刻拥有这世界，是谁向我诉说，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。你不是他，你只是破晓而出的怪咖，粉碎了吧身体要随着肩膀。开在冬季的鲜花，饮有世间的繁华。你不是他，你只是破晓而出的怪咖，粉碎了吧的谎言。你不是他，你只是破晓而出的怪咖，粉碎了吧连起的谎言，蠕动的身体要随着肩膀。程小石，你救不了他们！我是真的想帮你们。这个委托你从哪儿接的？昨晚在城郊河内发现一具女尸。今年9月的投河女尸案原本已经被判定为自杀，但最近警方又有新的线索，据说不排除太痛苦的话，就退出照片吧。